BMW 这一次真的让全世界其他的车厂全部停下脚步，看傻了眼，因为他们在私底下早就悄悄准备了一个大绝招。老实说，等一下你们看到的内容就会完美解释为什么这个品牌可以一直称霸全球，在各大集聚里予取予求，从纯粹为了热血极致操控而生的性能房车，到专门用来羞辱对手的性能休旅 SUV， 甚至是连特斯拉 Tesla 看了都会开始紧张的纯电新科技。重点是这5台全新2027年式的 BMW 里面竟然有1台的入手门槛会比你想象中的都还要亲民，还要好入手。而另一台车则是重新带回了几百万热血车迷以为再也回不来的经典，那就是被新世代黑科技完美包裹，最纯粹的纯燃油内燃机灵魂。更可怕的是 BMW 这次完全是冲着宾士、Mercedes-Benz、Audi， 甚至是保时捷、Porsche 狠下杀手。今天我就要直接带大家来看这5台准备在2027年彻底摧毁对手的全新 BMW 车款，尤其是第1名，大家一定要给我看到最后。因为在 BMW 官方正式确认它的那一刻，整个汽车产业高层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以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所有懂车爱车的朋友，因为 BMW 这次真的是把看家本领全都掏出来了。这里是未来科技，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主题。第5名 BMW M2CS， 这份名单的开场，我们直接用这台让全台湾 Beamer 还有硬派基本教义派车迷集体高潮。Specs 一外流就让大家疯狂的车款来打头阵，全新2027年式的 BMW M2CS。在你们开口吐槽之前，没错，这家伙跟你以前认识的 M2 完全是不同次元的生物，这绝对不是普通 M2 换个新车色，贴个限量贴纸就拿出来卖的抢钱版。这是 BMW M 部门的工程师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门锁死，然后只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打造出此时此刻这颗星球上最狂暴、最没有人性的小钢炮性能车？而他们最后交出来的答案，老实说真的震惊了整个汽车产业。2027年式的 M2CS 引擎盖底下藏的是一颗经过全面魔改、大名鼎鼎的 S58 直列6缸双涡轮增压引擎，没错，就是 M3 和 M4 Competition 身上那颗心脏。但 BMW 的工程师这次可不是单纯把引擎移植过去就收工，他们玩得更深，全新的进气几何设计、更紧绷的双涡轮规格，还有专门为了 M2 这种短轴距、轻量化底盘量身打造的全新电脑供油程式，最后压榨出来的成果是一台后轮驱动，光是直六引擎就能狂喷560匹马力，还有超过65公斤米扭力的吃胎怪兽。在这么小的车身尺码里塞这种动力，这数据简直疯了。而且这台车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方在于它对比保时捷、Porsche 和宾士 AMG 做出的大胆决定。 BMW 这次在 M2CS 上悍然拒绝了纯电动化，他们甚至连那套没人想要的 48V 轻油电系统都不屑搭载，他们坚持保留了最纯粹、最狂暴、最本格派的机械感，这正是会买这种性能车的玩家唯一在乎的事儿。你油门只要踩下去，动力是瞬间毫无保留地喷发出来，完全没有任何迟疑或迟滞，不需要等待电脑在那边思考你是不是认真的，你脚趾动一下，最纯粹的机械暴力就直接在后轮炸开。这些年来，保时捷的 Cayman GT4 RS 一直是这个极具的操控标杆。很多人觉得在同个价位带里，论驾驶者的纯粹沟通感，绝对没有人动得了它。但现在 BMW 带着560匹马力和纯后驱设定直接杀进来，光看这个马力数据就已经把 GT4 RS 给狠狠压制了，甚至连宾士 AMG A-5S 的车主看了这台车也会开始坐立难安。因为 M2CS 不只比你快，它的动态更刁钻、更精准，而且更纯粹，它就是那种会在踩下油门的瞬间重新唤醒你当年为什么会爱上开车的梦幻神车。在国外它的定价大约是$82,000起，但在台湾因为关税和它全球限量的稀有度，这台限量 CS 绝对会是直逼500万级距，甚至有钱也不一定抢得到的神物。但就算是用这个身价来看，对比其他竞争对手，它依然会让很多车显得溢价太多，因为 BMW 这次直接把性能小跑车的标准拉高到一个对手可能花好几年都追不上的全新天花板。第4名 BMW X3， 接下来第4名这台车真的是从 BMW 官方一亮相的那天起，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正反两派的疯狂论战，这就是全新2000。2027年式的 BMW X3， 当一堆酸民还在留言区挑剔外观设计的时候， BMW 其实早就已经超前部署了4步，因为他们太清楚未来的豪华休旅市场要的是什么。以往的 X3 系列之所以在台湾卖到翻掉，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全面好开，而且以这种等级的品牌黑科技来说，它的入手门槛非常合理。但这次2027年式的车款，它不只是小改款，它是彻头彻尾的基因大改造，因为
这是 X3 家族第一次搭载 BMW 磨剑多年的全新 Neo Classic 新世代纯电平台。光是这一个改变就直接颠覆了这台车的所有游戏规则。这个新世代平台不只是换个底盘这么简单，它是硬体、软体与电池架构的全面革新。全新开发的电子电路、次世代的 OS 作业系统，外加直接把圆柱形电池融入车身结构的 Cell to Pack 技术。这完全是用高科技硬实力在跟对手直球对决。这台全新纯电 iX3 的动力配置非常狂，入门的单马达后驱版本就拥有大概315匹的马力，而搭载4轮驱动的顶级性能版 iX350xDrive。马力更直接爆冲到463匹，甚至上看480匹，同时还标配了神级的轴间扭力分配系统。但真正让奥迪、Audi 跟保时捷、Porsche 高层集体失眠的是它的续航表现。BMW 这一次直接利用 800V 高压架构与超高密度电池，目标死守超过600公里 ，WLTP 规范甚至高达630几公里的道路真实续航力，这有多恐怖？隔壁棚奥迪全新的 Q6 e-tron 在最顶配、最省电的状态下，也差不多是625公里。而保时捷 Macan Electric 在同样极端的条件下，想突破600公里都得非常吃力。BMW 这次杀进战局，不是来跟对手平起平坐的，它是直接打算一拳把极具龙头给 KO 掉，还有它的充电速度。这套平台在快充时可以飙到270到300千瓦 kW 的峰值功率，这代表什么？你只要充电10分钟，车子就能直接帮你补进200公里的续航力。进服务区上个厕所，买杯咖啡，车充好了，你就可以直接出发。以后谁再跟你酸电动休旅开长途很不方便，你都可以叫他直接闭嘴。而最让人惊艳的是它的内饰设计，坐进车里那个贯穿式的超大 3D 抬头显示器与全新弧形荧幕，科技感直接拉满。跟现在市场上的任何一款豪华 SUV 都不是同个世代的产物。新一代的 A-Drive 系统更是在开发的第一天就把 AI 人工智慧写进了底层逻辑，绝不是事后才用 OTA 去硬塞的半成品。论组装用料与科技细节，这台车甚至有本钱去跟贵了快100万的顶级豪车去一较高下。在国外，它的起步价只要58000多美元。虽然引进台湾后加上关税，预估会落在200多万甚至300万上下，但对比保时捷 Macan EV 的高昂身价，这台新世代 iX3 依然会是同级对手的噩梦。因为当一台搭载全新纯电平台、续航随便破600公里、顶配马力接近500匹的顶尖 BMW 摆在眼前时，很多豪华车主基本上就不会再去看其他品牌了。第3名 BMW 7系列 BMW 7 Series 排在第3名的这个位置，大概是整份名单里最容易引发正反两派激烈论战的车款，那就是2027年式。迎来全新科技进化的 BMW 7系列旗舰，这一次 BMW 决定彻底撕掉保守的标签，直接用实力向全世界宣战。因为这绝对不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小改款，而是 BMW 在看完对手宾士全新 S-Class 之后，决定做得更绝、更极致的正面迎击。在2027年式的大改款进化中， BMW 拿出了车系历史上最全面、最震撼的中期科技大洗牌。全新的车头外观换上了重新设计、极具视觉张力的智慧 LED 双眼头灯，车尾更配备了在路上辨识度极高、极具未来感的全新 3D 几何尾灯。但说实话，外观的改变只是这台车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当你真正拉开车门坐进去，后座呈现的画面会让你的大脑一瞬间反应不过来。那块最著名的后座剧院级悬浮式荧幕，在2027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软体升级。这块高达31.3寸 8K 解析度的超巨大荧幕，比很多家庭5年前客厅买的电视还要大。它运行的是一套完全独立于前座驾驶界面的专属作业系统。后座的大老板可以直接透过两侧车门的5.5寸触控小荧幕，100%掌控串流影音、视讯会议、4驱恒温、总裁级舒压按摩椅，甚至是全车全景环舱气氛灯。你要知道，在隔壁棚的劳斯莱斯 Rolls-Royce， 你想客制化到这种移动行宫等级的后座娱乐与隐私尊荣感，随便都要多花好几百万新台币，但 BMW 直接把它塞进了这台车里。但最让全球车迷意想不到的是2027年是全新升级的 M760 eXDrive 动力心脏，这套性能版插电式油电混合系统 FAV 将本田是 BMW 最引以为傲的 3.0 升直列6缸涡轮引擎再度黑科技模改，搭配高功率电动马达，综效马力一举突破了600匹大关。这代表你同时拥有了极致的后座奢华和 M 家族那种疯狂的性能，完全不需要在舒适与热血之间做任何妥协。几十年间，宾士 S-Class 一直坐在这个大老板顶级座驾的王座上，这不是因为它真的无懈可击，而是因为过去没有任何一家车厂能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产品，让这些顶级买家愿意转移。
目光。但现在，当你眼前摆着一台拥有31.3寸 8K 后座大剧院、破600匹综效马力的油电旗舰，在台湾虽然身价要500到700万台币起跳，但它的设计语汇是真正的现代科技奢华，而不是那种老气的古板贵气。我敢说，很多本来非宾士 S-Class 不买的老板们，只要实际去 BMW 展间体验过一次这个后座，绝对会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而这正是 BMW 最想看到的结果。第2名 BMW XM70。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能掀起车圈话题，让传统基本教义派最坐不住的魔王级车款，全新2027年式的 BMW XM70。这一次 BMW 做了一个让很多燃油老车迷目瞪口呆的决定，他们直接把性能点满的纯电动力塞进了他们休旅车家族的最顶端，而这正是这台车最危险、最让对手不寒而栗的地方。这台车绝对不是那种空有运动化外观，骨子里却只是代步的普通电动 SUV。这是 BMW 专门负责性能的 M 部门直接拿出一张白纸，从零开始重新打造的终极性能机器，只不过它刚好是纯电的。因为 M 部门工程师要的那个极限动力数字，在现阶段只有电动马达才给得出来。BMW 在前后轴各塞了一具极致调校的电动马达，综效输出直接飙到惊人的659匹马力，而扭力更是夸张，直接突破100公斤 M101.9 千克 M。最疯狂的是，这股排山倒海的扭力是在你踩下油门的转速0 RPM 那一瞬间就全数爆发，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操驾体验跟燃油车完全不同。超过100公斤米的扭力在零转就待命，代表你只要油门踩下去，这台2吨多的大家伙动起来的瞬间，就像是被航空母舰的蒸汽弹射器直接轰出去一样，完全不需要拉转速，不需要等待变速箱降档，更不需要等待引擎进入出力高原。你脚趾动一下，那种摧枯拉朽的绝对暴力就瞬间砸在你的背上。在这么一台全尺寸的顶级豪华 SUV 里， BMW 官方给出的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夸张的 3.8 秒。我们来对比一下，油电版兰宝坚尼 Lamborghini Urus SE 虽然有789匹马力，但它在台湾要卖多少钱？那可是破1000万的代价。保时捷 Cayenne Turbo GT 拥有640匹马力，身价同样逼近1000万。而 BMW XM70 带着659匹马力，更大的电池容量，直接杀进这个战局，而且它的扭力表现直接把这2台1000万超跑休旅按在地上摩擦。当然，很多人一定会问电动车最致命的问题：性能这么强，续航力是不是很悲剧？BMW 这次是有备而来，小改款后的 iXM70 换上了升级版的111度大电池 111.5 千瓦 H， 把道路真实续航力死守在560公里以上， WLTP 规范更上看600几公里，而且升级后的快充架构让你从 10% 冲到 80%只要大约35分钟。高速公路开累了，进服务区喝杯咖啡的时间，车子就再度满血复活。在外观上，2027年式也迎来了全面的黑化与视觉升级，更宽的轮距，杀气腾腾的前保杆进气几何，还有车尾那个真有空气力学效果，绝非装饰用的双层后下分流器，甚至连车头那个标志性的双肾型大水箱护罩，现在都改成了主动式启闭设计，会根据电池和马达的散热需求自动开闭。车舱内部更是极尽奢华智能式 M 部门专属的满配碳纤维饰板，顶级的 Merino 真皮包覆着所有你摸得到的地方，还有一个投射面积高达70公分宽的次世代前挡风玻璃全彩抬头显示器。这台车在国外开价大约14万9千美元，引进台湾预估会落在600几万台币。这个定价策略会让全台湾在看 Cayenne Turbo GT 或 Urus 的顶级买家一瞬间陷入一个非常尴尬且痛苦的抉择，因为 BMW 用便宜好几百万的代价做出了一台加速更狂暴、科技领先一个世代，而且后勤毫无压力的顶尖怪兽。这对兰宝坚尼和保时捷来说真的不是普通的头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市场威胁。好，前4名都看完了，现在请大家深吸一口气，因为排在第1名的这台车在发表之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或车媒预测得到它的存在，它甚至被誉为是 BMW 过去20年来最震撼也最重要的一次官方发表。当 BMW 官方正式揭开这台车面纱的那一秒，全场的汽车媒体直接陷入了集体失声，惊呆到说不出话来的状态。第1名 BMW M5 Touring 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第1名。这台车在官方正式发表的那一刻，直接让全球所有汽车媒体集体陷入疯狂，惊呆到说不出话来。它就是全新世代。
搭载顶级 V8 混血黑科技的 BMW M5 Touring。这台车之所以能让全场热血沸腾，不只是因为它拥有怪兽级的马力，也不只是因为它刷写了多少记录，最关键的原因是 BMW 用这台车向全世界证明，高性能暴力旅行车 Performance Estate 不仅没有死，而且还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强悍的终极进化。全台湾乃至全世界有太多硬核车迷对高性能旅行车有着无可救药的执着，他们需要一台车能在周五晚上凭着狂暴性能在红绿灯起步时撕裂超跑，又能在周六清晨安安稳稳地载着全家人装满露营装备或大卖场买的家具出游，而且在任何一个面向都不需要妥协。前几年大家都以为这种梦幻车款要绝迹了，旅行车销量下滑，各大品牌纷纷放弃这个集聚，甚至逼着消费者去接受休旅车也差不多这种鬼话。但 BMW 心里很清楚， SUV 永远代替不了低重心操控绝佳的 Wagon， 所以他们打造了这台终极兵器。这台 M5 Touring 的引擎盖下躺着的是 BMW 最强大的 S68 4.4 升双涡轮增压 V8。引擎光是这具燃油心脏就能压榨出535匹马力，但 BMW 还嫌不够，他们在变速箱内直接整合了一具高效率电动马达，随时能额外提供197匹马力，两者结合，这台油电混血的暴力旅行车综效输出直接来到了鬼神般的727匹马力。这是一台你可以天天载小孩上下学，后座倒屏能塞进整组冲浪板，却同时拥有727匹马力的移动猛兽。当这个数据第一时间在车圈流传时，很多人还以为是总代理打错字，但不用怀疑，这是铁打的事实。它拥有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 3.6 秒的实力，在选配 M 驾驶套件后，极速直接被电子限制在极夸张的时速290公里。更厉害的是，它还具备大约60几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这代表你周间上下班代步基本上可以完全不用发动那具 V8 引擎，安静优雅的在市区穿梭。几十年来，隔壁棚的 Mercedes 减 AMG E63 Estate 一直是这个集聚的绝对标杆。你想买顶级快车，又想要旅行车的实用， E63 就是唯一答案。但现在游戏规则彻底被 BMW 改写了727匹马力，结合纯电行驶能力比 M4 还长的轴距，标配可100%变换扭力分配的 MXD Drive 4轮传动系统，外加超过500公升的实用行李箱空间。这些规格摆在一起，是旧世代燃油对手完全无法招架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集聚的另一个神话，奥迪 RS6 Avant。外观帅到没朋友，名声如雷贯耳，但 RS6 就算在最强大的 Performance 版本中，马力也只有630匹，而 BMW 直接带着727匹马力、新世代油电黑科技，以及直接由 M 厂队赛车工程师亲自调校的底盘杀入战场。这让原本老大哥地位的 RS6 在一夜之间看起来像是上个世代的产物，而在国外市场更传出 BMW 未来不排除追加推出更极致、更硬核的 M5 CS Touring 轻量化版本，预计会换上碳纤维陶瓷刹车、更激进的空力套件与赛道级悬吊，马力甚至有机会直接冲破750匹大关。在台湾，这台结合727匹 V8 混血马力、顶级家庭实用性，却能展现千万超跑级性能的 M5 Touring， 虽然引进台湾的身价绝对是750万新台币起跳，但对比它能给你的终极解放，它依然是整个 BMW 家族中最闪耀、最无懈可击的金字塔顶端神车。BMW 这次不只是把暴力旅行车带回市场，他们是直接把这个概念推向了人类科技的最高峰。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盘点即将彻底颠覆战局的5台全新 BMW 猛兽，从最纯粹最硬派的 M2CS 到今天这台实用性与疯狂性能并存的 M5 Touring Hybrid， BMW 这次同时对宾士、奥迪、保时捷和兰博基尼发出了最强烈的战帖，宣示着接下来的竞争只会更残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这5台顶尖 BMW 里哪一台才是你的终极梦想车？对我来说，那台 M5 Touring 绝对是毫无悬念的唯一解答，但我很想知道各位观众和粉丝们的想法。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满满干货的影片，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热血的车友。这里是未来科技，我们下一支影片见。